姐妹俩神同步的打滚，落地起身。今天的瑞宝辉宝每一个瞬间，让姨姨们都感觉姐妹俩像是躺在棉花堆里。上午室外玩耍完，下午老宋头又给姐妹俩弄来了一根大竹子。今天给瑞宝辉宝忙的，一天下来都没怎么好好睡觉，全在一边。这晚上回家一定能不吵不闹的睡个好觉。上午出室外园区后，瑞宝一直在试图点燃妈妈的怒火。瑞宝大早上的就想挨揍，好在今天爱宝心情好，根本不想理会瑞宝。瑞宝要是大早上挨一顿揍，怕是今天又要生闷气到晚上。瑞宝为了让自己冷静一下，走进了小泳池里，让身体降降温，使自己理智一点。一会儿爱宝吃饱了起身要走，瑞宝这里立马跟上。当姐妹俩踩到落叶上后，顿感柔软，忍不住的打了个滚。辉宝脚滑溜下了坡，一下撞在墙上了，给自己脑壳撞得晕乎乎的。重新爬上来后，辉宝也走进了泳池里。辉宝也打算用冷水来让自己清醒清醒。姐妹俩这下都湿透了。一会儿回家后，有爷爷忙的了。今天是老宋头值班，给姐妹俩擦完身子。老宋头给姐妹俩拿来了一根大竹筒，小竹子瑞宝辉宝已经见怪不怪了。这大竹子，瑞宝和辉宝还是头一次见。姐妹俩抱着大竹子，互不谦让，都表示是自己的。瑞宝辉宝这个样子太可爱了，盛熙阿姨这里也忍不住拿出手机进行了拍摄。瑞宝一分神，竹筒被辉宝抢走了。瑞宝立马起身开抢，但作为头脑担当的瑞宝看到两个饲养员都在，想着或许会有小零食吃。瑞宝上前示意老宋头和姨母不要只拍，偶尔来点打赏。瑞宝期待了半天，但是老宋头和姨母都没有任何的表示。辉宝这里也等半天小零食了，同样的也没等到。最后辉宝甚至都玩够了，放弃和姐姐争抢竹筒，走去了小木床上。今天的老宋头和姨母有点不讨瑞宝辉宝喜欢，因为姐妹俩没吃到小零食。宝这里的一家三口，今天谁也没有给爷爷添麻烦，但爷爷却反给瑞宝辉宝添麻烦。宝家的熊和宝家的饲养员真是轮番给对方整活。就在瑞宝将要进入通道里时，门突然关上了，辉宝紧跟其后。面对突然关上的门，姐妹俩一脸茫然。辉宝走上前，不断用小手扒拉着爷爷的门。瑞宝小手放在辉宝身上，安抚了一下辉宝，让辉宝不要害怕，表示有姐姐在。今天的室外太阳很大，辉宝一出门就开始跟姨姨们开粉丝见面会，努力营业。为了让姨姨们不要争宠，所以辉宝便给场外每个角落的姨姨都宠到位了。辉宝一转头，发现妈妈不在小亭子上了，这时辉宝着急了，瑞宝这也急了。姐妹俩稍微和妈妈分开一会儿都不行。虽然爱宝此时也没干什么，只是在喝水，但对瑞宝辉宝来说，就算只是在妈妈旁边发呆也开心，因为在爱宝身边，姐妹俩就安全感满满，怎么玩耍怎么折腾都不会害怕。而爱宝的放松程度似乎根本没给瑞宝辉宝放心上，不然怎么爱宝回家时都没发现自己的孩子没跟上。姐妹俩确认妈妈不会再突然离开后，姐妹俩又开始放心的探索园区了。因为瑞宝辉宝知道妈妈一旦吃起竹子来不会轻易换地方。姐妹俩一起摸索到了泳池里，这还是姐妹俩第一次一起泡澡。瑞宝的大长腿在水中尽显优势，泡完澡后，瑞宝站在石头上给自己甩了甩皮套里的水。刚好爱宝这时也吃饱了，爱宝带着他这俩小跟班往家走去。姐妹俩回家路上还不忘再折腾一番。由于姐妹俩在后面磨磨蹭蹭走到通道门时，门就已经关上了，里面这时一定是老宋头，因为只有老宋头才能干得出这么幼稚的事情。老宋头也害怕姐妹俩产生小情绪，没一会儿就给通道门再次打开了。下班将爷爷一喊，辉宝小腿倒腾的比谁都快。今天辉宝是宝家下班最积极的，爱宝紧跟其后，而瑞宝这里又难办了。瑞宝这里还没睡醒，姨姨低头一看，发现爱宝没回家，原来爱宝被关在门外了。爷爷是想让爱宝帮忙瑞宝一起。姨姨们秒懂爷爷的意思，等一下，辉宝也出来了。原来刚才辉宝也没跑进去，在跑进去的前一秒，爷爷给门关上了。一家人就是要整整齐齐，回家就一起回，一个也不能落下。这次叫瑞宝下班的任务，爷爷交给了爱宝和辉宝。爱宝和辉宝分工明确，爱宝在通道门口等待着，不断给奶爸敲门，而辉宝这里爬上了小亭子，在小亭子上跑了一圈，给树上的瑞宝吵醒了。这时刚好爷爷也给打开了，辉宝看到通道门再次打开，加大马力一溜烟就跑回家了。瑞宝睁着那黑曜石般的眼睛趴在小树上思考着，瑞宝需要在树上缓一缓才行，但是缓着缓着，瑞宝的小眼睛又迷离起来了。而隔壁乐宝这里也不再继续等了，丝滑的溜下木架，快步跑回了家。别人都回家了，瑞宝独睡在室内园区，这和那天睡在室外还是有区别的。
在室内毕竟有恒温空调，瑞宝不会睡冷，不会感冒。就是又要麻烦宝家今天在班的14名饲养员陪着瑞宝再多加会班。今天宋爷爷为爱宝扫的落叶，爱宝没完，今天瑞宝辉宝玩上了。姐妹俩在这落叶堆里打滚，给落叶粘在身上的样子真是可爱极了。可能辉宝也感觉到了瑞宝的可爱，可爱到想要咬姐姐一口的程度。玩完落叶后，瑞宝这里开始往树上爬，结果瑞宝这里刚爬上树，爱宝就开始往通道门口走。没事干的辉宝就这样跟着妈妈。瑞宝这里突然慌了，以为妈妈是要跟妹妹回家呢，但下到一半发现妈妈又回来了。瑞宝这里这次多少有点尴尬了。一向聪明睿智的瑞宝也有判断失误的时候。辉宝看到姐姐从树上下来了，立马加快步伐冲了过来，然后爬上小树霸占了小亮台。瑞宝故作淡定表示小亮台自己是玩够了才让给妹妹的，而辉宝的小脑袋瓜哪管这个。辉宝只觉得在小亮台上晒太阳很舒服。突然辉宝发觉有奇怪的声音，辉宝立马警觉了起来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姐姐从自己背后上来了。为了报姐姐刚才吓自己的仇，辉宝咬了瑞宝一口。今天的太阳有点大，姐妹俩在小亮台上都眯着眼，眼睛根本睁不开。最后辉宝先受不了阳光的直射，选择从小树上下来。瑞宝这时仿佛已经适应了太阳光，惬意的直接仰面躺了下来，享受的接受着阳光的沐浴，最后都眯眯眼了，感觉爷爷要是再不开门让他们回去的话，瑞宝都要睡在树上了。而辉宝这里则跑来了窗前，又跟姨姨们玩起了粉丝见面会。今天乐宝的血压高压是158，低压是84。根据兽医的诊断表示，现在需要担心的是乐宝的最大血压是处于高血压的边缘，所以现在的乐宝需要进行运动和饮食控制。乐宝表示自己也很奇怪，明明自己就只吃竹子，怎么还会高血压呢？那肯定是因为乐宝自从有了爬架后，天天都在睡觉。开始安装爬架的目的是为了让乐宝更好的锻炼身体，没想到乐宝却给爬架当成大号的床。有了爬架后，运动量比以前都少了。江爷爷忙着为宝家的健康而思虑，而宋爷爷这里正在为宝家的丰容而忙碌。宝家的丰容大部分都是宋爷爷手搓出来的。宋爷爷从市场淘来2根一样长的大木头，然后在上面进行了测量、画线、打孔。盛谢阿姨则在旁边为宋爷爷进行辅助，2个人齐心协力，很快就手搓出来了2个实木小躺椅。宋爷爷被问到小躺椅是否符合熊体工程学，本以为老宋头会吹嘘一下，没想到这次老宋头变得坦诚了。아니요, 판체공학적 설계죠. 네. 宋爷爷制作人体工程学的小躺椅时，江爷爷也在仓库里忙碌着什么。这里是爱宝乐园的工具仓，里面什么东西都能找到。江爷爷拿完工具后，来到了乐宝的园区，原来是又来拆乐宝的木架了。为了控制乐宝的血压，让其多运动，江爷爷也是操不完的心。但乐宝出来后，仅用几分钟的时间，就又适应了自己木架的变化和改造。不过这次爬上来也累坏了乐宝，乐宝伸着舌头，喘着粗气。不过也算达到了爷爷想让乐宝做运动的目的。这次乐宝赶紧给自己木架上做上标记，让奶爸不要再动自己的木架了。做完标记，乐宝又趴在小木架上睡着了。控制乐宝的血压，这是一条长远的道路。